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先邀請觀眾朋友幫我們的節目按讚。如果希望跟我們互動，記得了可以在留言區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並且呢幫我們看到熱推鍵按下熱推，也可以留言寫下熱推2個字，幫助我們增加國際的能見度。今天節目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包括了現在影響的產業。在日方的方面有村田、DTK， 現在都說這些企業最多只能再撐1個月。北京這一次對日本再次的出重手，斷供的是它的氧化銻，引爆了 MLCC 這種史詩級的大缺料問題。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節目哦，我們今天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首先來看到中國大陸掐緊對於日本的制裁，關鍵點就是在於，因為現在呢 AI 時代正式的到來，所以大陸卡住的是在 AI 的發展上面最關鍵的 MLCC 電子工業，這個叫做電子工業大米的高純氧化銻。好，影響的廠商包括了3家日本的廠商，村田、DTK 跟太陽誘電。他們的庫存最多只剩下1個月了，代表說接下來日本的高階電子產業恐怕面臨斷鏈的一個邊緣。那麼我們一直知道 MLCC 在日本來說它是霸主，但是如果說在上游它面對的原料又被卡住的話，代表接下來 MLCC 也會出不來，霸主地位會被掏空嗎？這件事情就會比較嚴重了。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到，所以日本就非常的擔心啦。他現在在全世界來找稀土，來找替代，找新的供應鏈，但是真的有用嗎？因為關鍵的這些技術哦，其實呢還是掌握在中國的手裡。去中化真的有可能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出重手，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科技業的心臟。AI 供應鏈的關鍵材料 MLCC 叫做電子工業大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掌握了這一些最重要的高階電子產品，都需要用它。有哪一些呢？觀眾朋友平常使用的這些 AI 啊、手機伺服器啊，或者是電動車、軍工雷達，其實都需要用到它。你的 AI 要發展得更好的話，也代表說你的功耗比較高。功耗高的話，就需要這種 MLCC 的原料來穩住電力。而 MLCC 要穩定住的話，這個關鍵點就在於這當中要放入大約是1%到2%的這種高純氧化銻哦，才能夠繼續保住它的穩定性。但是現在的關鍵是中國去卡日本的氧化銻，而且沒有其他的材料可以來做替代。剛剛講了，直接這個重擊的就是日本的3家企業了，他們現在庫存直接拉警報之外，剩下1個月就已經沒有庫存了，現在他們非常的擔心。而整體來看，我們看到这個全球對於 MLCC 的需求其實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光是我們看到 AI 這個領域 MLCC 的需求就已經高達1500噸，而全球1年也只不過可以供給大約是3500噸。也就是說呢，光是 AI 一個產業就已經佔全球1年需求量的40%了。所以呢，我們看供給量吃緊，價格也直接受到影響。單日的價格直接暴漲超過8萬人民幣，每噸現在均價來到了新高，是134萬元人民幣。而過去高階 MLCC 主要是日本跟韓國在主導、在掌握的，但是現在看的也不只是只有技術而已了，而是看誰可以拿到這個更上游的原料。沒有重稀土 ，AI 供應鏈等於直接被卡死。所以這3家廠商，我們剛剛提到的村田、DTK、太陽誘電，在中國的制裁之下，到底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對於產業的衝擊，尤其是庫存，現在只剩下1個月了。現在擔心會不會上演當時被斷屋造成的關東化電、中央蕭子直接停產的劇本，會不會又再上演？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排除，而且很有可能。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說，除非日本能夠從中國以外的地方獲得它所需要的相關的原料，從中國以外啊，不然的話，他們從中國大陸這邊是不可能獲得的。原因很簡單，
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比一般的企業更具有風險意識，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國家更有經驗，跟中國大陸在稀土這部分有過交手啊。日本也曾經用稀土的方法去卡韓國人，當時日本也是做同樣的事，也就是把這個洗滌劑控制在手中，不讓韓國人使用，也造成山西的重挫。這個都是過去日韓之間有關於稀土戰啊，或者關鍵原料戰裡面，日本曾經使用的手段。中國大陸也對日本使用過同樣的一個手段，所以日本是很有經驗的，很有經驗。因此，日本的企業比一般國家的企業的存量更大。可是，日本萬萬沒想到的地方是在於，這一次日本碰到的是中國把稀土已經是制度化了，也就是說，沒有修改這些法規之前，所有的稀土的出口都必須要按照這個法規來做。是。那這個法規裡面規定，就是說，如果用在軍方的，是絕對禁止出口。任何原料，只要是用在軍事方面的，絕對禁止。軍民兩用的，那就要对方來報告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可是，如果對方的企業是跟日本的軍方企業有直接或是間接關係的，這些也會被限制在內。它的審核會更漫長，它本身的條件會更加的嚴格。所以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除非日本的企業它宣布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毫無關係，是切割任何關係，它的製造出來的產品也不會被日本的軍方企業所使用，用在武器裝備上，你必須要做到這一點。那這一點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我們在問的問題就在於，當日本的政府它現在要更多的去發展它的國防工業、軍事工業。那請問一下，這一些企業就是現在傳出來有風險意識高的這些企業，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任何關係都沒有嗎？跟日本的國防部任何關係都沒有嗎？不可能嘛！你看它的產品就很清楚的知道它會被使用在軍事國防上。那在這個部分裡面，請問日本如何把這個邊界線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困難。所以我的推斷日本如果沒有辦法從中國以外獲得這些稀土的話，它會面臨非常危險的地步。也就是說，它斷供或者斷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久關廠是不一定，因為那要看未來的局勢的一個改變。但是你沒有原料了，你就不可能出貨。你不可能出貨，那你基本上你就會出問題嘛。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好，所以我們初步統計起來，中國大陸先前是祭出這個鎢的限制，現在是做這個氧化銻的限制。那我們剛剛看到了嘛，3家日本的知名企業恐怕再剩1個月就會沒有庫存了，包括再重複一次春田、DTK 跟太陽誘電等等。那現在也代表說，中國這麼一卡的不只是 AI 的整體供應鏈，還有軍工產業在這個，還有國防產業、軍工產業在日本的發展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 MLCC 會大爆發的需求，主要是 AI 的伺服器哈。一個 AI 的伺服器，它總共單純的伺服器，它就需要到2.8萬顆，是一般伺服器的13倍的需求量這麼大哈。如果說是沒有這個 MLCC 的話，那你 AI 就沒辦法運作。除此之外未來我們現在很流行的，包括電動車或者是高端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包括我們手機這一類，都需要有 MLCC 哈。那 MLCC 它為什麼具有這種優勢呢？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體積很小啊，第二個它的容質範圍很廣哈，那第三個它的這種高頻的这種特性，所以它用在電子元件上面來講，它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這種被動元件哦，它可以濾除雜波，也可以儲存電荷，也可以穩定電壓哈。所以廣泛的用在 AI 的伺服器，還有這個我剛剛講的，包括電子產品、電動車等等都需要。但是你要製作這種 MLCC 高端的 MLCC 的話，哈，你就需要氧化銻。那它要氧化銻，不是普通的氧化銻就可以，必須要純度很高。我們現在看到，它要加入1%到2%的這種氧化銻啊，這純度啊，這種銻的純度要到這個5N。什麼叫5N呢？就是5個9哈，幾 N 就是幾個9，就是99.999%哈，可以纯度要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說你沒有那麼高纯度的氧化銻，
你就不能做出你所需要 MLCC。譬如說，簡單的講，MLCC 來講的話，这種高端的它可以这個有很好的，譬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我們電動車裡面，那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哈，你必須要能夠在這種高溫之下，它還能夠保持正常運作。那你沒有加入這麼高純度的加到1%多到2%這種5N 級的這種氧化鋰來講的話，你的 MLCC 就不能夠抗這個高溫。所以我們現在未來電動車，因為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嘛，所以你就必須要用這種高溫。除此之外哈，我們看到我們講NVIDIA 好了哈，NVIDIA 我們都知道它是下一代的這種運算平台 GPU 200哈。你知道它現在下一代的，它這一代的這個是用到一個 GPU 200的平台是用到差不多6500顆的MLCC，那下一代它要增加1倍到13000顆的 MLCC， 你想想看，这未来的需求量是多麼的龐大。那你沒有這個元素，你根本就未來不管是 AI 電動車這個新一代的這種電子產品，你根本做不出來。那現在關鍵就是這個鋰這個元素，這個鋰這個元素也算是這個稀土裡面很重要一個項目。我們講說重金屬裡面一個就是鋰嘛。那如果中國現在在這種提煉的技術上面卡住日本的脖子，我覺得。當然就卡住全世界的 AI 的發展。那未來不管是日本這個 MLCC 做不出來，就會影響到，甚至影響到這個輝達都會受到影響。更不要說美國其他的這種 AI 企業，當然會受到影響。那現在來講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哈。但因為企業界大家都看到說是未來這個需求量很大，然後但是產量是有限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講每年能夠產的就是3500噸的這種重量，那其中有40%是用在這個做 MLCC 方面。那現在大家拼命去搶啊，因為你未來 AI 大爆發，未來就是一個 AI 的世代，未來也都是電動車的世代，所以各廠商拼命在搶，所以價格哄抬就因此而提高。可是我們比較擔心，如果說這方面來講的話，哈，中國卡住日本脖子，日本這3家公司來講的話，它等於最原始的供應鏈就斷供了嘛。你沒有那個氧化鋰，你就做不出來 MLCC。你 MLCC 做不出來，你又賣不出去，那 NVIDIA 是不是你的高階的 AI 運算平台你就做不出來？這 GPU 這個200下一代的你就做不出來。所以我認為說是中國在這個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方面。如果從這邊卡住日本的脖子哈，這個從最原始的端卡住日本的脖子，我相信哈，這個不只是日本，包括到美國可能會因此未來的 AI 發展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跟影響。好，所以中國的這一招很高招哦，是從最源頭來開始做限制哦。剛剛特別提到這個稀土裡面的氧化鋰這個原料，那現在日本如果拿不到從中國來的貨怎麼辦呢？他開始尋求其他國家的幫忙。現在他進行的國家包括了去澳洲找、去印度找，或者是去非洲去找，那還布局了包括在深海裡面，還有在這個新礦園去找。但是剛剛其實將軍有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氧化鋰，它最需要的就是這個純度達到5N，所以代表說像類似的氧化鋰的技術，包括這個冶煉分離跟提純，其實還是高度集中掌握在中國大陸的手裡的。就算有了這些氧化鋰的貨，這個日本也沒有辦法進行這種冶煉等等，這是一個問題。那另外就是先前中國大陸還卡住這個鎢哦，導致了這個日本企業現在仍然在繼續的找尋替代來源。現在鎢的價格根據媒體的報道已經漲了3倍，純度也不足，已經導致了關東化電還有中央硝子只能宣布永久停產。好，現在呢我們看到從這個等於從鎢一直到氧化鋰，日本的高科技的關鍵材料會不會進入這種臨界庫存的時代？日本有辦法找到替代來源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中國大陸其實管制的是針對日本的，就是軍工產業。那但是第一個就是這些產品它本來就是軍民兩用啊，你很難去絕對的劃分。那第二個是日本的這些公司，它其實既做軍事也做商業，那因此你就整個會拖延啊，你要證明你在申請就是民用的。大陸對於日本的民用產業事實上是沒有禁止，可是因為剛剛這2個因素，就使得你的這個申請的過程一定拖延很久，然後呢，可能一定會受到影響。那現在影響的還只是就是在日本的製造業的上游，你講春田啊、TDK 啊，這還是上游，哦，那
他們如果一旦停產或者是一旦減少產量的時候呢，那下游就會受影響了。下游是真正的製造業啊，你比如說東京比如說我們講的六氟化鎢，它是個氣體，半導體製造所需要用到的。那你像東京微創啊，像是 Sony 啊，那就會受影響哦。那甚至連我們台積電都可能會受到影響。然後呢，像是氧化銻的話，那信越化學啊，或者是 Toyota、那 Honda 這些都會受影響。為什麼？因為現在這個廠商啊，不會說搞一大堆庫存，還會有一些商業庫存。所以它現在這上游受影響之後呢，中下游呢的商業庫存再等於是消耗，或者是緊急去這個外界購買，或者是增加這個回收的這個就是說比例。可是這個都緩不濟急，也就是說它大概的時間點可能都是幾個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它可能就會見底了。那這整個供應鏈就會都會停頓，那這會蠻嚴重的。所以為什麼在日本這個方面呢就很緊張？那我覺得兩個關鍵嘛，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就是稀土跟稀有金屬，我們今天談都還是稀有金屬。對，稀土的面其實嚴重影響的層面是一樣，而且更深刻的。我觉得两個因素哈，中國大陸的整個稀土跟就是這些稀有金屬的 IP 跟製程，也就是它精煉的這個過程哈，基本上就是這個領域的台積電。是，你這麼簡單理解，就不能被取代，因為它這整個過程當中，它可以不管是環保因素，還是製程，還是這些就是 IP 專利啊等等之類，它這一整個生態系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精煉的效果。講句實在話，這是過去30年來西方國家就把中下游的這些環保或者是這個生產成本不夠效益化的這些整個這個原料，通通移轉到就是非西方國家。是。而因為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的這個發展，它自己要掌控整個中下游，它不是多麼這個20-30年前就看到今天這個問題。這是他為他自己的製造業再去整個做全供應鏈的掌控，那當然也花了很多的這個錢在就是說這些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上面。所以第一個，它已經變成是稀土跟稀有金屬台積電。那第二個，所有現在你看到日本跟這些國家在做的所謂去風險化，去找礦也好啊，去簽約也好，他認為看到去風險化的風險，那是更偉大的風險。更困難的風險，因為你要去風險化，可是你去風險化還沒達成，你已經面臨到嚴重的風險，斷供、停產，然後呢，發現到要搞個5年、10年才做得出來。問題是5年、10年，人家到什麼地步？人家價格、規模到什麼地步？所以你永遠可能會跟不上這個問題。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關心 G7 喊去中化關鍵的礦產，他們說要靠自己來做這個礦產生產礦產哦。但是現在美國其實 G7 當中，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這個空軍戰力了。F-35、F-22的戰力正在崩盤，而且最新的統計，每4架戰機 F-35只剩1架真的能飛上戰場做打仗。那麼空優神話是不是被稀土卡脖子給反噬了呢？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這個稀土確實是打破了美國的空優神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並沒有，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 ，G7 這一次有一個共同的共識，也就是針對於中國大陸的稀土，他們認為說接下來不能再靠中國了，我們要靠自己。於是呢，最新的共識就是說，他們要聯手一起呢，在這場G7 的會議中說要去中化關鍵礦產供應鏈，而且定出了實際的目標，5年之內對於中國的稀土依賴要降到60%以下，並且要朝着50%的目標繼續的邁進。G7 的這些領袖們，他們還達成了另外一個共識，就是說，接下來呢，我們要一起協調做一個平台，把成員國的力量全部納入。接下來我們要一起做
不管是這個回收的利用，或者是一起推進在新的礦山上面來做開發、開採，都要一起來努力。好，這個共識是達成了，但是真的要做，需要非常長久的時間。尤其现在美國的軍工產業真的是非常的緊張。來看到這個缺乏的稀土對於它的戰機的戰力，還有它的生產到底有多大的影響？這是美國自己說的。美國政府的問責局 GAO 發布了最新報告，他說呢 ，F-35呢戰機2025年妥善率只有25%，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每4架 F-35的戰機裡面只有1架是能夠正常的出任務的，這是來自於 GAO 最新的報告說的。這個數字創下2021年連續第5年的下滑了。那真正卡死的這個報告也提到了是說，不是說因為這些零件常常故障，而是呢他們一直在等零件等不到啊，而等不到的零件包括了他們特別提到了2個，一個是座艙蓋，另外一個是發動機。他們說呢一直都長期缺乏，而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受到中國大陸稀土卡脖子，成為他們缺乏這個零件的關鍵原因。再來就是呢，中國大陸卡住稀土，還對於美國 F-35隱形戰機還有戰斧巡弋飛彈所需要的這個磁鐵來源，也就是拿不到了，所以他們怎麼辦呢？他們就是找這個數十年前在法國一個破產工廠所遺棄的山廢料來做使用，竟然是用這種廢棄工廠盟友的廢棄工廠的山哦。那最後我們也來看到了呢，五角大廈一直想要升級它的 F-35，那使用的計劃就是用這個氮化鎵的雷達來做升級，但是同樣的，這個中國大陸還是卡住了這個稀土，尤其是鎵的出口，讓它的這個計劃5年一直遲的卡關，一直升級不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關心到，剛剛說了嘛，美國最先進的巡弋飛彈，還有呢它的匿蹤戰機，都必須要靠盟友的這個廢棄的稀土廠來維持生產，甚至說 F-35有4架，只有3架沒有辦法如期生產，恐怕都跟稀土有關係，代表中國大陸已經可以精準的掐住美軍高端武器生產嗎？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是啊，因為我們都知道之前早就傳出來美國的 F-35戰機雖然號稱先進，但是它的這個使用率只有50%，那時候是只有50%。這是在今年的前半年的時候，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就是2024年他們的調查發現，美國的 F-35戰機，你買了100架，結果你事實上能使用的只有50架。也就是說，隨時能夠接到任務就起飛的50架是起飛不了的。那當時就在追究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因為 F-18戰機可以高達80%，78%到80%，甚至最好的機場還可以到85%，而 F-35戰機最好的就是50%而已。原因在哪裡？第一個，他們發現它的設計太複雜，所以維修非常困難，這是第一個，所以維修的時間很長。第二個，它所需要的這個料件太多了，太複雜了，而且獲得不容易。還有第3個部分就是太昂貴了，所以當時就已經發現說這款戰機事實上是有問題的，開用率就50%，現在竟然降到25%。那很明顯的就是跟稀土有關的這些關鍵零組件，它美國生產不了，供應不了，這是第一個問題。這是已經製造出來的戰機，它因為缺零料件。然後這關鍵的零料件跟稀土有關，而它的使用率只剩下5%。這個對於美國來講，在中東地區或者在任何一個地方，他說我有 F-35戰機100架在日本，結果你只要算說它的戰力只剩25架，對，那這個是很嚴重的事啊。是，這是已經生產製造出來的戰機哦。第二個就是去年已經傳出來了，也就是美國的 F-35戰機正在建構。它沒有辦法交付，甚至交給美國的軍方使用的時候，它的雷達事實上是用相同重量的鉛塊來代替。我想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原因在哪裡？它的雷達所需要的氮化鎵沒有啊，所以它造不出這個雷達來，那怎麼辦？只好用相同重量的鉛塊來代替它的雷達，放在雷達上面，然後來讓它的戰機也能夠先至少。波音的機身能夠起飛，發動機能起飛，
那這個是新造的戰機啊，都出現這2種問題，已造的出問題了，新造的也出問題了。那你說美國人怎麼辦？吹牛很會啦，說當初哎呦我們不怕，我們可以找這個廢棄的啊舊有的戰品拆下來使用，結果現在面臨的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出現現在的根本造不出來的問題。那你怎麼交機？而且買這個戰機的國家，他內心裡面忐忑不安了。為什麼？因為我買你的戰機，結果你的堪用率就25%，那我已經花了天價去買了50架，結果我能使用的就10幾架，那還得了啊？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它有沒有辦法解決？沒有，因為這個G7 說5年後，對這是第一個5年後哦，觀眾朋友。第二個，到目前為止還談不攏，原因在哪裡？中油還談不攏，定價權談不攏。因為你要怎麼定價？那美國人說我來定價，那法國人說憑什麼你來定價？德國人說憑什麼你定價？美國人說我是老大，說我來定價。那這是第一個部分哦。第二個部分就是，那你要說好了，那你美國你要領導，你定價，那你有沒有中油？也就是採礦可以了，但是提煉呢，還有精煉呢？他說沒有這個能力。那沒有能力，你憑什麼定價？所以這個部分還在吵架。觀眾朋友，等他們吵完了再說吧。5年內能達成，天知道。好，這個是 G7 定下的目標哦，說這個5年之內他們要自己希望能夠來生產這個稀土哦，自主化，然後降低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那中国大陸現在卡關的是稀土，還有這個氧化鎵。剛剛我們都看到了對於美國戰力還有這個軍事武器上面的衝擊。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利用這個氧化鎵來去升級它的這個雷達，用在這個戰機上面。現在要來看到的是最新的一個技術，它全面在中國大陸的戰機導入的是第3代氧化鎵雷達。好，使用的主力戰機包括了有歼20啊、殲35等等，可以做到的是更遠的探測距離、更強的干擾能力，并且現在來自於媒體報道傳出是可以領先美國的 F-22戰機。達到這個雷達達到2代的。那解放軍另外還有使用的就是它的這個先進米波跟它的反逆蹤預警雷達，可以用在包括了 JY-27V 啊等等的戰機上面。那麼現在也說呢，能夠在遠距離就偵獲 F-22等隱形戰機，真的做得到嗎？酈將軍怎麼看？米波雷達確實是可以抓到隱身式的戰機。為什麼米波雷達可以抓得到呢？因為這個米波，我們米是什麼？就是公尺嘛，哈。你知道這個波長到1公尺的話，那多大啊？那通常飛機上面能夠吸收雷達波的這種塗料，你不可能厚到1公尺這麼厚的塗料，大概只有0點幾公分的這種塗料。所以說，它只要是米波雷達就可以收得到。但是問題是說，米波雷達通常這個體積都很大，你很難把它縮小裝到飛機上面，哈，這是它困難的地方。但是裝在用地面上面來探測這個 F-22這戰機，是以現在的科技來講，是理論上面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是中國的強在什麼？是飛機上面雷達，它用的就是這個，現在用的是氮化鎵，它現在準備從氮化鎵發展到它下一代鐵化鎵，氧化鎵這一代。那美國的 F-22跟 F-35現在飛機上雷達還是什麼？還是第一代的上一代的砷化鎵哈。所以說，如果說中國的空軍他們飛機上面裝配了新的氧化鎵的雷達的話，那當然跟美國的 F-22跟 F-35等等還在用砷化鎵，等於不只是隔1個世代，是隔了2個世代。那氧化鎵的雷達有什麼好處？第一個，它可以因為它有鐵電性的這種特性，所以它可以記憶一些這種數據鏈可以記下來，而且可以傳輸這個數據鏈給別的戰機哈。也就是說，我的雷達上面，我這架戰機上面，我雷達收到的訊號，我不但可以記憶，而且我可以處理完以後，我傳給下一架戰機，讓下一架戰機同樣也可以收到這個雷達任務，所以飛機可以前後高低等等配置來講的話，形成一個綿密的一個偵察網。那這個現在來講的話，這個氮化鎵已經是現在這一代所使用氮化鎵雷達有多厲害了。我跟各位講哈，去年武器空戰這個解放軍的殲10戰機就是用氮化鎵雷達哈，就是 KJL 那款雷達，
然後鎖定陣風戰機，就是巴基斯坦用這款雷達鎖定，因為我可以偵察的距離可以更遠哈，我可以鎖定的目標更多，而且我的角度更廣，我不只是這個前面這個方向，它可以300度的一個偵察範圍都可以鎖定得住。所以去年的武器攻佔所用的雷達，就是那時候緊急的狀況之下，中國將這個氮化鎵 KJL 這款雷達裝在這個巴基斯坦的歼10西藏戰機上面，才可以發揮這麼強的戰力哦。這個是雷達跟作戰相關的關係。當然，如果說解放軍的空軍發展出下一代氧化鎵的話，哈，那就跟這個美軍的 F-35又精進了2代。是。那我覺得美國 F-35會出這個問題，當然問題很多了。它的能夠執行作戰率只有25%，當然問題很多。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它的零件啊，就是這個稀有的金屬零件供應不足。那現在 F-35我們知道，它這個是美國空軍也在使用，陸戰隊也是在使用，海軍也在使用。除此之外，還供應很多個國家。那但是你這麼多的國家，這麼多架飛機都要用，那試問一下，你獲得這些很少數的一些這個供應鏈之後，你要是優先去生產還是優先維修？我跟各位講哈，它不只是新鮮，它優先的不是生產，也不是維修，它優先在什麼？你知道？優先給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妥善出行率只有25%，可是以色列出行率很高哦。所以你看美國對以色列有多好，它可以讓自己的飛機掛一個鐵片就飛上去，然後或者是說這個維修的飛機妥善率降那麼低。可是從這個東西裡面哈，你就可以知道這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哦，這個對以色列來講的話，他們認為可能以色列是面臨在做戰備的狀況之下哈。所以優先支援以色列，然後讓自己的妥善率降到這麼低。好，美國自己都自身難保了，還會想到以色列，對以色列真的非常的好哦。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這個 G7 他們喊話要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楊老師要怎麼看？我們講到這個 F-35啊，其實它在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分別2個層面，過去都有相當高的依賴，就是中國供應鏈。然後呢，因為要去風險化，結果呢就出現問題。舉例而言，在稀土層面，它在渦輪引擎的核心組件、控制系統以及還有許多的這個微型電腦，它都需要用到鋁鐵硼、永磁鐵，那這都是稀土的部分。曾經有一家美國很有名的公司叫做 Honeywell， 它也是就是等於是國防工業的承包商之一，就發現到它有用到零件當中使用到中國的這個稀土的原料，結果把它給停掉。這個停掉它的時候，就也造成自己整個生產的停頓。那第二個，你講到我們剛剛提到的2個稀有金屬哈，6氟化鎢或者氧化銻，它會影響到什麼呢？影響到那些隱形塗料啊，或者是精密的導引飛彈雷達系統。那你這些，你如果缺乏這2個東西，你還能夠去維修，你還能夠去生產嗎？那現在 G7 講的當然不只是針對軍工產業或者 F-35而已，它是整個供應鏈。可是後來我看了一些資料哈，你知道中國到現在對於整個稀土的供應鏈投資多少？這個資料其實很難去做整理，大概至少將近有100億美元，甚至幾百億美元。而如果你把相關的這些產業配合的電動車啊等等之類，那是上千億美元的投資。而我們現在看到，G7 只想要花多少錢？在就是他沒有講花多少錢，他說2030年以前要能夠降低到60%以下，現在是多少？90%。所以你能不能夠降低30%呢？我覺得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去尋找新的礦源。但我們剛才2位都講過，你新的開礦來不及嘛，緩不應急。然後呢，第二個就是去加強回收技術，可是那個成本很高。而且呢也有限，然後呢，你時間不等人，你做更多的投資。我看到日本的信越化學說要投資350億日元，結果呢，只能夠做到日本所需的1%。那你剩下的89%怎麼辦？是。所以事實上，在整個投資的比例上，在技術上，以及我們剛剛談過的你要去風險化的風險，其實都要考慮進去。可是要不要去做這些事情呢？G7跟日本看起來還是一個大的方向，他們要做，只是他們能夠忍受這種缺貨，忍受這種供應鏈的這種中斷，能夠忍受多久的問題。好，謝謝楊老師。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美伊戰事打到現在超過100天，誰是最大贏家？來自於外媒的最新說法，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中東最大的贏家。為什麼這樣解讀？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深入探討。那麼王毅這時候出手說要重建伊朗，川普的部分簽 MOU， 希望能夠收拾殘局。現在整體看起來，北京市這一戰哦，改寫了中東的新秩序，做了些什麼？等一下一起來看細節。好，我們來看到呢，美伊終於是簽下了 MOU 哦，正式簽下了14點的 MOU。那各大媒體現在也在關心說，接下來這個荷姆茲海峽會不會開放呢？川普到底會怎麼做呢？都要持續的做觀察。但是現在大家更關心的事情是，大家發現到了，現在中東啊，全新的中東版圖正在被改寫，關鍵的推手他們認為就是中國大陸，因為呢，美伊簽署了 MOU 之後，中國在第一時間立刻有了各種的動作。首先呢，他向黎巴嫩跟伊朗這邊提供了第一批的這個人道援助之外，我們來看到他持續的推進跟伊朗的關係，還有跟巴基斯坦的關係。針對於伊朗，他特別呢跟這個伊朗強調了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個是跟伊朗。再來呢，他跟巴基斯坦的部分呢，也是跟巴基斯坦協調說會來一起推動勸和促談等等，所以呢被解讀說，中國大陸好像沒有真的去參與任何的事情，但是國際的公信力正在大幅的提升當中。就連美國總統川普都這樣說，他說習近平對美伊和談的幫助非常的大。大家就在看說，那北京其實沒有出一兵一卒啊，也沒有參戰啊，但是呢，為什麼整場這個戰略看起來是中國拿到最多呢？而且外媒直接點出，中國大陸有4大的戰略紅利。我們來看到有哪4大點。第一點，他說呢，在這一場中東戰事，讓大陸的外交影響力大幅的提升，尤其在2023年促成了伊沙的和解，那今天又推動了美伊的停火。第二件事情是，我們看到在這場美伊戰事當中，美軍的戰略資源正在被快速的消耗當中，不管是飛彈、防空系統、它的航艦的部署等等哦。再來就是有關於能源的部分，中國能源的安全正在快速的提升。伊朗作為非常重要的石油這個賣家哦，再次的重回市場，那中國大陸可以穩定的跟他買石油，成為最大買家。再來就是中國大陸不斷的在能源上面在加速的轉型，不管是這個太陽能、風電跟水力設備都是全球的一個重要的榜樣。再來就是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面的角色，剛剛講了嘛，和平的角色正在持續的擴大當中。這一場美伊談判，台面上說呢是巴基斯坦在幫忙做和解的，但是有一個說法，真正長局布局的人是中國嗎？北京一步步編織出今天新的一個中東，現在在看說影響力有沒有可能追趕上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楊老師怎麼解讀？我覺得這一次美國跟伊朗已經正式簽了協議了哈，看起來其實他們都是輸家，以色列是輸家，海灣國家也是輸家。那真正的大贏家，我覺得眼前短期應該是巴基斯坦，但這個時候講輸贏啊，很奇特。那中國大陸當然應該在這裡邊是有所就是整個外交戰略上有正面的這個效果出現。可是，與其說是中國的這個正面效應，還是說它的戰略布局，我覺得是美國自討苦吃。其實很簡單，川普就像是掌控巴拿馬運河、委內瑞拉的石油，那個種植石油，他想要掌控北極、北洋的這個航線，所以從格陵蘭到巴拿馬到委內瑞拉。他現在想要掌控整個中東的石油，所以他要掌控荷姆茲海峽。2月28號的時候，他就整個轟炸伊朗，他覺得伊朗會瓦解。那這個瓦解如果出現了一個整個親美的伊朗，那幾乎整個中東就在美國的掌控。這個時候，他5月15號到北京去的時候，那個角色跟那個身份就不一樣了，走路起來都有風的。結果呢？他完全失敗，他戰爭失利，
太天真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哪個總統、哪個這個將軍沒有想說要去推演去打伊朗？但是呢，實際上地緣、地理以及現在新的武器的發展，都讓他們知道這個戰爭很難打，不是那麼短期能打的。你說不定美國如果再打個3-5年，他可能會贏，不一定。就像他拿下了伊拉克，拿下了就是阿富汗，但阿富汗還是撤軍，伊拉克現在其實也沒有那麼緊跟的美國，所以你要在短期之內達到這個效應，基本上你是失敗的。那另外呢，在短期之內就造成了全世界的能源的这種緊繃壓力，讓美國自己的國內的通膨、油價的高漲，通膨4月份是3.8%，5月份是4.2%。他如果現在6月19號不簽這個協議，6月就會通膨來到4.5%以上。當連續3個月的通膨都達到就是不斷的增長的話，那個股市就會往下掉。過去經驗都是如此。所以他一定要在這6月中簽署這個東西，讓國際油價掉下來。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顧及到中東，顧及到石油，顧及到荷爾蒙斯海峽。他現在顧及的就是他自己的通膨、選舉，然後呢股市。那但是它會造成什麼東西？第一個，你美國就從整個中東的勢力影響降低啊。這些海灣國家在這個約簽了之後，他還是會跟你繼續維持美軍的基地嗎？有些應該會，但是呢，我覺得這個關係大不如前。然後以色列10月7號，大概內塔尼亞胡BB可能會下台了。因為選舉他已經不可能取得多數超過60席了。然後呢，伊朗他現在完全是你跟他交易這個過程，不只是給他3000億，你還要這個減掉這些制裁、封鎖跟凍結，伊朗會變成一個中東強國了。而伊朗的背後是誰？基本上就是俄羅斯、巴基斯坦跟中國大陸。所以，與其說是中國大陸，只是說在這樣一個局當中他做該做的事，他也看到這個局的變化。然後這個整個大的方向，國際政治跟這個地緣政治，其實是在往這個中美之間的競爭的話，是往這個美國的反方向而去。那當然對中國就比較有利。而中國事實又提出來全球治理的，就是這個訴求。他的全球治理就反對單極霸權，那反對大國這個主導，然後呢希望多邊的主義。那這個時候又符合就是中東國家的這個利益跟訴求。我覺得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川普本來是要鋌而走險，要玩大的，以為他能夠整個掌控中東、伊朗、荷爾蒙茲海峽跟石油，軍事上能夠掌控，就像他對那個委內瑞拉或者是巴拿馬一樣，結果呢完全的反效果出來。那當然，並不是說美國接下來從中東要完全退出，可是呢，你看到的。大概的確，他的軍事力量在這一次的測驗當中呢，大家對他又有一點看穿了。因此，會不會也是因此，他就想要把那個印太總部改名叫太平洋總部，也就不玩那麼大了。比較針對的就是第一島鏈。所以這整個大戰略現在在轉變當中，而中國當然也就順勢在推動他整個他自己的外交的戰略的布局。那看起來。整個中國模式、中國的基建以及中國的製造跟科技在這個過程當中再加上我們前面剛才講的2題的有關於這個稀土跟稀有金屬的這個布局我覺得整個大的這個局勢其實對美國真的越來越不利。而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就是不斷的去 IPO， 比如說那個什麼 SpaceX 那麼 OpenAI 然後 AI 的這個東西要把那個。圖像畫得越來越大，不是移民火星等等之類，所以錢都過來了，那錢都過來了之後，是不是能夠帶動美國的製造業再一波的發展？但是呢，我覺得在整個國際地緣政治上，其實美國是在退潮當中。好，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場中東戰事，等於是美國自己玩壞了，那反而倒有助於中國大陸的在國際戰略地位的提升。剛剛外媒特別提出了4點紅利，不管是在外交，或者是美軍它的資源大量的消耗，或者是中國能源安全提升，還有它的國際角色放大等等。中國大陸未來在中東的影響力會高於美國嗎？有沒有這一天？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並駕齊驅的可能性是可以看得見的那未來會不會超過美國？那要看，中國大陸是不是繼續扮演這個石油市場最大的這個消費者的這樣的一個方式。還有就是軍事能力能不能升到這個地中海升到
這個阿拉伯海這個地方。那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在未來的科技能力遙遙領先美國。那在這個部分裡面，中東的國家走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更加的依賴，更加的緊密，超過對美國的依賴，我想這個局勢就轉變了。以目前來看的話，大陸當然它在中東的地區它的成功事實上是蠻顯著的啊。過去大陸在中東要有發言權、要有話語權不多，所以也很難介入。但是您可以看到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的。是，首先就是美國的總統特朗普川普多次的感謝中國大陸，如果包含今天所講的，這已經是第3次了，他還在感謝中國那也就是說，中國對於這一次的調停美伊的戰爭，川普主動多次的感謝的就是中國跟俄羅斯，而這一次單獨特別感謝中國。另外就是伊朗當事方之一。伊朗的外長在第一時間，也就是確定了川普要簽字的時候，馬上打電話給中國的外長，給大陸的外長王毅，然後表達對於這個談一下，就跟中國大陸做簡報，報告整個進度還有內容。那這代表什麼？代表這個部分裡面，他要讓中國大陸完全能掌握。那你想，這個關係就不一樣了。第二個，他表達感謝。那中國大陸有特別跟伊朗談，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那也就是地區，也就是中東地區的新的安全架構要繼續推下去。那這個就是符合中國過去在跟伊朗、跟沙特等這些遜尼派和什葉派他們所要共同建構的新的安全架構。再往前推的話，美國的影響力就開始往下降了。那歐洲這次基本上是退場了，所以我才會認為說歐洲退場了，中國大陸進場了。那有關於能源的這個部分裡面，它已經讓中東的國家很明顯的體認到，就是他們必須要走中國的新能源政策。為什麼？因為在這一次爆發的全球的能源危機中，中國大陸能夠承受得住，最主要的是中國的新能源政策的正確性跟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它的比重這麼高，所以使中國大陸對於石油能源、天然氣能源的需求再往下降。那大陸現在對於核能的發展一直在往上升的情形下，我們可以看到新能源政策也变成中東的国家要引進的一個產業，這個對大陸當然在經濟方面也很有幫助。好，再來，我們就是持續看到那談判桌上面的結果呢？現在目前的最新進度又是什麼？簽署了美伊的這個正式簽署了14點的 MOU。稍微來看一下細節，有人解讀說，怎麼看起來這個美國方面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啊，反而是回到了戰前的一個狀態，反而是伊朗得到比較多好處，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14點的內容當中，美國說它會解除，美國方面要解除海事的封鎖，伊朗要恢復石油的出口，美國承諾會逐步的解除對於伊朗的制裁，還說會給3000億的重建資金，凍結它的資產的這個封鎖，並且呢承諾不會再新增制裁等等。但是我們知道這個開戰之前，川普他的3大目標，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沒有達成。3大目標大家還記得嗎？當初美國設下的是伊朗要放棄飛彈體系，第2個不可以再武裝他的代理人了，第3個事件就是濃縮鈾要交給美國。這個最大的紅線，這3點完全沒有在 MOU 裡面。CNN 嘲笑說，川普犯下了一個最大的禁忌，交易的藝術是他自己的著作的名稱。他說呢，他急着把戰事結束，趕快收掉，趕快結束這一場事情。李將軍怎麼看？孫子兵法說，主不可運而自戰。你當個國家領袖，你不能因為你自己的情緒你就發動一場戰爭。那川普不就是犯了這個錯誤嗎？你那時候被以色列拖進去打了一場，現在如果要不是中國幫忙，跟以色列、跟伊朗講說，哎，大家我們見好就收哈，這個放過美國一馬的話，那戰爭如果再拖下去，我跟你講，川普是多不利啊！你後續來講，不管是你自己國內的經濟通貨膨脹，或者是盟國對你的態度，甚至於你自己其中選舉，整個我覺得美國這次真的是一敗塗地。你從這14點的 MOU 哈，我可以具體的來講，
美國這次是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因為就像是这個思敏你剛剛講的這3個戰略目標，作戰一定有一個戰略目標嘛。我依據我的戰略目標，再來擬定我的軍事行動方案，依據我的軍事行動方案，再決定我的戰鬥計劃。那你整個這個下來，你如果說沒有達到你的戰略目標，你這場戰爭不叫失敗。什麼叫失敗啊？所以你看，第一個，你說這個其實還有一點呢。一開始美國原來跟以色列想要的是推翻伊朗的政權，那現在第一條就講說，這雙方不干涉伊朗內政，那是不是就是第一條就失敗了？第二個，這個說放棄飛彈，好，原來在2月26號，我講2月26號。美國跟伊朗在日內瓦談的條件，就是說是伊朗不要發展超過2000公里的飛彈，你不要去打到以色列。那說伊朗未置可否，可是你現在明確的講啊，他現在繼續發展他的導彈啊，他不但打你以色列，還打你美國在海灣周邊的美軍基地啊。第三個代理人，這就更有趣了。現在和談的條件還有一點講的是什麼？全線停戰的，包括以色列不可以去打黎巴嫩真主黨。那前2天我們看到以色列。這個納坦雅胡還不肯收手，還繼續去打，在黎南地區準備要發動轟炸，甚至於他要發動轟炸是對德黑蘭，被川普罵回去了。那你說對這些武裝代理人，是不是美國也認慫了、認輸了，還拉住以色列不可以再去黎巴嫩那邊打仗？農作用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記不記得3月份在打仗的時候，我們這邊還在討論什麼？美國會不會動用地面部隊去奪取農作用？你現在不但不去奪取，而且後來又討論說，這個伊朗會不會把農作用交給俄羅斯或交給中國？那美國說不行，一定要交給美國來處理。現在好了，現在誰處理？現在伊朗自己處理啊！伊朗我處理完，我稀釋完以後，你美國來檢查。所以你看，這整個所有美國的戰略目標沒有一項達成，反而來講，伊朗因為這場戰爭而獲得很多好處。第一個來講的話，這個美國原來對他的這種荷姆茲海峽的封鎖，現在解除封鎖了，對不對？美國對他的經濟制裁現在解除了。原來伊朗要求說是你要戰爭要對我賠償，那美國換個方式嘛，改成用3000億叫做戰後重建嘛。而且這個錢美國也很惡劣哈，不是他自己出，他叫誰呢？日本、韓國、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你們去出錢，但是我想這些國家是不是很樂意進去裡面做一個戰後重建哈？畢竟伊朗是能源的大國啊，它有的是錢，所以我覺得這個從這整下來講，還解除資金的凍結，所以整個方向來講，我認為伊朗在這場戰爭裡面，我認為它是獲勝的，反而美國是敗退的。那以色列現在變成什麼？變成棄子，被美國拋棄的一顆棄子。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再來關心到的是只關鍵礦產依賴中國大陸而已嗎？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科技上面的依賴，一方面它要圍堵中國大陸的 AI， 一方面又要讓微軟它可以降成本的導入 DeepSeek 來做使用。這到底怎麼一回事？今天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美國最近呢暫緩了，本來呢對打這個科技戰都打的力道非常的大，但是為什麼呢？最近暫緩了 DeepSeek 還有長江存儲等100多家中不把它列入在貿易的黑名單當中了。表面上他是說呢，要降低這個中美之間的科技紛爭，但是更深層的訊號，我們現在看是不是美國再也打不動了呢？原因跟微軟又有沒有關係呢？因為微軟啊，現在決定要擴大跟中國大陸的合作，從2方面來着手。第一個方面傳出，這是最新的新聞消息。微軟傳出將 DeepSeek AI 的這個模型給導入在他們的企業的平台當中，並且呢，它如果說要降低在 AI 的這個成本算力的話，它會改採一個新的計算的這個模式，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微軟要深耕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也就是把他們的 AI 的雲端服務
給賣給中國大陸。那事實上，中國大陸確實也有跟微軟買它的雲端服務，這一家是字節跳動，光是每一年支出給微軟的金額就高達了10億美元，所以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跟微軟之間的連結還是相當深的。美國這时候暫緩對中企的制裁，是不是也是要幫助微軟可以去使用更多中國大陸的 AI 系統呢？等一下會來一起做關注。微軟的高層其實是非常支持微軟的這個在中國大陸的各種布局的，因為他非常的看好這個中國大陸在 AI 的發展。他說呢，全球最頂尖的 AI 解決方案正在美國西岸和中國大陸的東岸兩邊一同來做打造。唯一把這兩個地方連在一起的公司就是微軟。他還讚美了微軟，說把中美之間的關係給反而拉在一起了。好，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楊老師怎麼看？先看美方的動作，他近期暫緩將 DeepSeek 長興儲存納入貿易黑名單當中，是一種戰略上面的轉向嗎？跟微軟跟中國大陸的合作會不會有一些關係呢？還是美國是成本考量，要來讓美企加速卡位在中國大陸的 AI 市場？楊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可以分近程、中程跟深程的因素啊。近程其實很簡單哦，也就是沒有錯，就是微軟 Microsoft 它的這個 Copilot 的這個 AI 企業平台，還有那個 Azure， 也就是那個雲端服務啊，這兩項都是微軟的，正準備要導入就是 DeepSeek， 而且在 V3 的時候他就這樣想，那現在 V4 出來，他更是這樣想。那所以呢，你現在如果去制裁它，你就會使得整個 Microsoft 這個計劃就會中斷。因此，眼前的因素它暫停，是因為 Microsoft 的游說。那至於像是長興儲存呢，他們會認為說，其實你會讓它更加全力的要去發展自己的供應鏈。因此，在這樣一個競爭情況之下呢，眼前它就先暫緩。那比較中層的因素其實什麼？就是為什麼 Microsoft 它底下的 Azure 跟這個 Copilot 要去導入？就是 DeepSeek， 那第一個原因，那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太貴了，貴到他覺得已經 fire 掉、解僱掉很多人了，而使用結果還是太貴。你知道大概 DeepSeek 這個100萬個 token 大概是不到半美元，好，然後呢，這個OpenAI 100萬個 token 呢，大概是5.5美元，那個價差很大。那同時，一個是閉鎖的，一個是開源的。那閉鎖的就是說你要用它，然後呢，它會幫你做調整。那可是開源的時候呢，你會有一個代理的，或者是很多的這個企業會幫你做更多的這些應用。那慢慢會形成一個供應鏈。好，那所以這個 Microsoft 當然也可能為它在中國的這個市占呢，也在做考慮。好，也避免就是說，如果這麼做的話，那中國可能會排除掉 Microsoft 這個應用，現在已經面臨到很大的這個挑戰，所以這個是中層的這個因素。那 Microsoft 就說，我跟 DeepSeek 這個合作，就好像有點那個 TikTok 的感覺。哎，我用我的調配，用它的模型，但是我在這邊調配，所有的資料都放在我 Azure 的雲端，所以不會有什麼資料資安的問題。那同時我會完全的 fine tune。但這個東西就像我們當初講那個 TikTok。這個等於是字節跳動跟 TikTok 之間的關係 ，TikTok 把它的所有東西放在甲骨文，而且都放在德州，但美國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但是你覺得它有沒有什麼治安問題？從頭到尾沒有這個問題。這就是一個大國競爭。那比較深層的東西，其實就是將來整個 DeepSeek 跟就是美國的這幾個大的這個模型啊，不要忘記哦，那個 SpaceX 它底下的那個 xAI 裡面還有一個 Gorg， 那個也是另外一個東西。到底這樣一個競爭會哪邊會取得這個優勢？我覺得這個比較深層，而且現在看起來連美國企業都不太買美國 AI 模型的單了。好，這個點蠻有趣的，就是美國自己的企業，微軟大企業不買美國自己的這個大模型，不買 OpenAI， 結果是買 DeepSeek，這象徵性的意義，還有這個美國政府的動作，我們看到它不懲罰中國大陸的這些不管是 DeepSeek 長興儲存這一系列有沒有一些的關係？賴老師又怎麼解讀？我覺得美國的把這次本來五角大廈所列為黑名單的都拿掉啊，我覺得這個主要的很有可能是美國政府內部的問題。也就是5月中旬啊，川普到中國來訪問，成功了，所以雙方的領導人啊確定了兩國的關係是雖然不是朋友，
但是朝不是敵人的方向走。而你五角大廈的行政部门怎麼突然間蹦出這個名單來？那兩邊的這個貿易理事會也不用成立了，也不用開了啊。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絕對會反擊。這代表什麼？美國的國內的自己的行政部門跟不上領導人的變化。因為它是屬於五角大廈底下的一個局，它所制造出來的黑名單，它沒有跟上去。那一看已經變成兩國之間的關係，直接衝擊到兩國領導人的這個達成的這個方向的時候，那當然先拿掉。我覺得跟這一次這個關係不大。跟這個微軟他們的形成的關係不大。微軟如果要在中國大陸繼續生存，它目前開始面對的挑戰越來越激烈了。過去它是壟斷性的。現在它有一個更大的競爭對手，已經開始越來越成熟了，而且越来越成型了，就是華為的鴻蒙。華為的鴻蒙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定型，而且被使用量越來越大了。不只是在手機，其實我們都知道平板電腦，甚至最重要就是我們在最常使用的这種我們的工作機都開始慢慢的華為已經開始跟這個微軟已經在競爭了。那你這個微軟如果沒有 AI 的話，你憑什麼跟人家競爭？可是如果你用 OpenAI， 它又進不來。然後第二個又太貴，剛剛有明兄講得很明白了，又太貴，那你如何在中國大陸你有競爭力？當然，對於他的公司利益來說的話，當然要使用 DeepSeek， 而且 DeepSeek 是本土的企業，它最適合、最了解，它的 data 最大，它的運算方式最強大。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那對於這個微軟來講的話，當然跟 DeepSeek 的合作是最符合商業利益的。可是他現在的問題是，他要去面對於美國國內的政治上的一些議員對他的挑戰。不過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錢就可以買通嘛。微軟有的就是錢。美國的國會議員表達意見，其實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獻金趕快擺出來。好，所以老師就講到了，這個是美國議員可能會阻礙微軟。那確實哦，這個美國的議員曾經形容，他說呢，中國大陸他現在不斷的在推動它的 AI 發展，可能會對美國的產業構成存亡的威脅。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美國的兩家大企業，剛剛我們提到了這個 Anthropic 跟 OpenAI 哦，是眼紅說微軟跟中國合作嗎？這兩家企業開始做示警，他說呢，你今天微軟的這些動作會導致的是智慧財產權遭竊，而且模型遭到不當使用。他說呢，不應該向中國大陸企業出售任何的 AI 模型。將軍怎麼看？我覺得美國這個做法是對的哈。這個中美兩國在這個 AI 科技方面來講的話，當然能夠攜手共贏，是最好的一個方式。那之前美國可能會這次來講會這個暫緩制裁這個中國的 AI 企業，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呢。第一個，他發現制裁是達不到效果，反而你越制裁，中國自己在這方面可能會越壯大。那從最早的他們制裁華為開始，這個華為系統哈，那就沒想到他發展出來自己的鴻蒙系統。那不但發展出來鴻蒙系統，現在鴻蒙的終端用戶已經到達了9000萬戶這麼多，而且每個月還在以10幾萬戶的速度增長。那把蘋果他們那些看得急得要死，所以早知道就合作，雙方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共同擁有這個市場。那現在中國在 AI 方面，它其實不只是 DeepSeek， 其實我隨便舉一些例子，包括到這個獨角獸的企業，除了 DeepSeek， 還有什麼接藥星辰啦、月之暗面啦，其實有很多。那大的科技巨頭公司，我們都知道還有什麼日節跳動的豆包，對不對？好，這個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等等，有很多這種相關企業。那如果說美國在這個方面再去這個制裁中國大陸制裁它 AI 的話，後續結果就是中國自己發展出來自己一套的這種系統，那你美國更不要想要進入中國的這個市場，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你知道美國如果說你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當然要跟當地的廠商來合作啊。這個現在的如果說你不合作的話，你怎麼樣才能夠進入中國市場？那我覺得第三個原因就是這個價格的問題嘛，在商言商，對不對？我就希望更便宜，就像是這個DeepSeek 它的這種 token 就是比較便宜嘛。那如果說是這個能夠跟他合作的話，這個微軟能夠跟他合作，我當然可以用比較便宜的企業的成本價格，然後能夠進入到中國市場。